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个词，叫做心想事成，还有一些人呢叫它显化。但你知道如何做才能成功让自己显化成功吗？这就需要大家知道两大非常神秘的世间法则。一大法则是同频法则，还一大法则就是守恒法则。同频法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人道上，达成共识就是同频，达不成共识就是不同频。达成共识自然吸引，达不成共识自然排斥。而且无论说共识也好，同频也罢，都不是单一的。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维度和属性，而且每个维度和属性都有其认识或观点。这些认识和观点的总称就是三观。因此实或者叫频率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复合的。每个单一维度或属性的认识，决定了你与别人在此维度或属性上的作用力。频率相同的就会相吸引，频率不同的就会相排斥，频率不相干的就会彼此无感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知己就是同频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不投机就是不同频。这个频率在思想意识里面其实就是认识，观点是不是相同？观点相同的话就说得来，就吸引了，然后认识。观点不同呢，就相互排斥了。但是除了思想意识层面，还有更深层次的频率。比如说一般脾气大的人爱吃辣的，因为脾气大的频率跟辣的频率其实是同频的。与其说一个人爱吃辣的，不如说是这个人的频率跟辣椒的频率相吸，所以就吸引在一起的。你可以用同频法则解释一切关系，包括与人的、与家庭的、与家族的、与组织的、与公司的、与机构的、与民族的、与国家的。也可以利用同频法则来控制与人、与家庭、与家族、与组织、与公司、与机构、与民族、与国家的吸引力或排斥力，或者控制与他们的相对位置关系。那么同频法则跟显化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显化干的就是同频。你如果想显化什么东西，你所显化的东西客观上是有相应的频率的。那怎么着能够把它显化到你的世界呢？那你就需要去调整自我的频率。你把自我的频率跟你想要的事物的频率调成同频的时候，你那个对象就会被自然吸引过来。所以显化的原理其实就是同频相吸的原理。你通过去调自己的频，去制造巨大的吸引力，就把它吸引过来了。人的想法是非常非常杂乱的，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频率。如果你的频率是杂乱的，那它就表现不出来很强的吸引力。所以你就需要去调整自己，让自己的频率变得一致，形成共振。形成共振之后，就把想的事物就给想来了。但是这个就很难。为什么？比如说打坐禅定，就要求人不想事。谁能够让自己不想事啊？谁能够让自己不起念头啊？这其实是很难的。所以怎么高效地调整自己的感受频率？首先我觉得就需要静心。如果说你的心是很杂乱的，说实话你显化不出来什么，你必须要心非常的安静，你才有可能能显化。在运用同频法则是要注意
每个人只能控制自己，而无法改变别人。所以想同频只能改变自己，与对方一致了，将会同频，将会自然吸引，否则将会自然排斥。现在有很多灵修的都特别强调显化，因为这个好使，本来不是我的，通过显化能显化成我的，这多爽啊！我都不需要努力了，我就努力的去想一想就够了，我不需要努力的去行为了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刚才咱就说到了世间法的两大法则，一个是同频法则，它是相对小的法则，它是技巧。但是另外一个法则是守恒法则。守恒法则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这个世界整体是守恒的，当我们看到不平衡的时候，它也会围绕着平衡点上下波动。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挺多的了，还想得到更多，其实你就是在已有的这个偏离平衡点的程度上还要更进一步。而天道的这种守恒原理，它就会把你拉回来。单一句话就是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早晚都会还回来。就像作用利用与反作用力，不过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区别在于，这两者不见得是同时发生，而像弹簧一样，有个蓄力的过程，也像动能与势能那样，有个转化的过程。而为什么会这样？在人道，就是因为人有记忆，并存储了信息。存储的信息就是所谓的业力，会在未来根据记忆进行释放。业力就是因为人有记忆的功能而产生的，记住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会释放出来，就像势能一样，势能早晚有一天会释放出动能，而是放出的动能又会被别人的记忆存储为势能，然后再释放，再存储，再存储，再释放，永不停歇，但能量守恒。而这个永不停歇的循环过程就是无尽的轮回。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偏离了平衡点，你想再显化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。而且还要说，如果一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把它显化出来了，其实天道还是会把它要回去的。所以说你如果只想着显化，其实是不可以的。什么人是比较容易显化的？就是那些已经存了大量的福报的，就是说你所显化的东西。如果说它本来就是你账户里边的，它本来就是你的福报，你还没有支取，你通过显化，或者说你还不需要显化，它就自然冒出来的。它就好像是这个银行卡，我都是要显化1万块钱，有一个人他的卡里边有2万块钱，那他要显化1万块钱非常非常简单。但如果一个人储蓄卡里边，别说1万块钱了，他还用信用卡透支了2万块钱呢，他想再显化1万块钱，那是难上加难。所以好些教显化的人，其实他是很有福报的，所以他能够显化成功，但是他不跟你说他有多少福报，或者说他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少福报，他就把自己成功的案例跟别人去宣传，说显化吸引力法则，你就可以成功。但实际上能够显化成功，尤其是显化成功后能够保住的，都是你有福报的东西，或者说那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东西，你才能够显化的出来。如果说你本来就是透支状态，或者说你的福报里本来就没有，
那不是你的，你硬靠显化能力把它显化出来，说实话，你还是会以其他的各种各样形式再还回去。不是你的，永远都不是你的。这一点很多搞灵修的，要不就是不知道，要不就是不讲，所以害了不少人。所以在使用这两大法则的时候，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，同频法则具备巨大的威力，懂得同频法则的人往往会无所不能，这就非常考验人性了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只见到同频法则而没悟到守恒法则的人，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会特别惨。终归一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